如果今天我告诉你90%的 MACD 教程都在教你亏钱，你可能觉得我在夸张，但是过去16年我复盘了上万次交易之后，我越来越确信 MACD 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金叉，也不是死叉，更不是背离，真正决定你赚不赚钱的是大多数人从来没理解过的资金动能。今天这期视频我会彻底推翻你对 MACD 的认知。我是强哥，你投资路上的好帮手，我正在冲击1万订阅，务必帮忙点开小铃铛，转发分享一下。另外还没有加入我的学习社区的朋友，抓紧时间扫描视频右上角的 LINE 二维码。 MACD 从来不是一个买卖信号发生器，它是一面照妖镜，照的不是价格，而是市场那股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一切走势的动能。很多人研究 MACD 研究的是结果，价格创新高 MACD 没创新高，这叫顶背离；价格创新低 MACD 没创新低，这叫底背离。定义没错，但方向错了。你研究的是现象，而市场真正想告诉你的是原因。价格不是市场的本质，价格只是市场运行之后留下的脚印。真正推动价格前进的是市场内部的动能。 MACD 本质上描述的不是价格，而是动能的变化。所以我现在几乎不用背离这个词，这个词太静态太抽象了，我更喜欢用4个字来概括：动能衰减。背离只是你眼睛看到的画面，而动能衰减才是市场内部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你就明白了。想象2辆汽车都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第一辆车油门踩到底，发动机轰鸣，速度越来越快；第二辆车油箱快空了，只是靠惯性缓慢滑行。从外面看，2辆车速度一模一样，但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第二辆车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市场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价格还在创新高，并不意味着推动价格上涨的力量还和以前一样强。很多时候，价格确实还能继续往上冲，但每上涨1个点，市场需要消耗的动能越来越多，换来的推进效果却越来越小。在我的交易体系里，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效率下降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涨得快或慢，而是市场为了推动同样的价格变化，付出的动能是否越来越大，而产生的推进效果却越来越弱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出现，我就会开始警惕。这段趋势虽然没有结束，但它已经不像刚开始那么健康了。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分，也是很多交易者栽跟头的地方：动能衰减不等于趋势反转，趋势是有惯性的，就像那辆发动机动力下降的汽车，它不会立刻停下来，它还会依靠惯性继续滑行一段距离。所以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背离，绝不是看到一次价格和 MACD 不同步就急着下结论，急着开仓反向单，那只会让你从追涨杀跌的韭菜变成抄底摸底的炮灰。好了，理解了动能衰减这个底层逻辑，我们再聊聊实操层面的MACD 斜率交易法。 MACD 有2条线 DIF 和 DEA， 也就是快线和慢线。传统的教科书会告诉你，快线从下向上上穿慢线，也就是黄金交叉，等于买入信号；快线从上向下下穿慢线，也就是死亡交叉，等于卖出信号。但如果你真的按这么做，你的账户大概率会持续缩水。问题出在哪？出在你对交叉这件事的理解太粗糙了。同样是金叉，角度平缓的交叉和角度陡峭的交叉背后的市场含义天差地别。强信号等于角度陡峭的交叉，等于摆动幅度大，等于市场动能充沛，趋势启动的概率高。弱信号等于角度平缓的交叉，等于摆动幅度小，等于市场动能疲软，很可能是盘整行情中的假动作。 MACD 有一个天生的弱点，在窄幅盘整行情中，它会频繁发出交叉信号，但这些信号大多是噪音。如果你对所有信号都一视同仁，盲目入场，那就是在用自己的本金给市场交认知税。所以我的筛选原则是，只参与角度陡峭的强势信号，忽略那些角度平缓的弱势信号。怎么判断角度？很简单，看交叉前后的 MACD 柱体的摆动幅度，柱体摆动幅度越大，说明多空力量对比越悬殊，趋势启动的信号越可靠。但仅仅看斜率还不够。作为一个在市场里活下来的老交易员，我深知单一指标必死的铁律。MACD 斜率法需要配合一个过滤条件：布林带。当布林带带宽狭窄且呈水平运行时，说明市场处于无方向的盘整状态。这时候出现的 MACD 交叉信号，无论角度如何，都应该直接忽略。
因为 MACD 的交叉信号在没有波动的行情中，本质上就是随机噪音。反过来，当布林带向上开口，带宽扩张时，说明市场波动率正在释放，趋势正在形成。这时候出现的陡峭金叉才是值得我们押注的高概率机会。举个例子，看这只股票，前两个金叉角度平缓，布林带窄幅横向走平，价格在布林带内窄幅横盘，这种信号看一眼就够了，直接跳过。后两个金叉角度陡峭，布林带向上开口，股价随后出现大幅上涨，这种信号才是我们等待的甜点区。如果你已经学会了用斜率筛选信号，用布林带过滤噪音，那么接下来这一步将让你的入场精度从及格线跃升到优秀线，那就是结合 K 线的价格行为。价格行为是指根据 K 线形态来判断市场当下的多空力量对比。当 MACD 发出的信号的同时，如果 K 线形态也在讲故事，而且两个故事指向同一个方向，那就是高胜率的入场时机。具体怎么操作？当出现符合 MACD 信号方向的 K 线形态时，就顺着该形态入场。我们来看一个实战案例，观察这只股票出现两个金叉位置，第一个金叉角度平缓， K 线呈现杂乱无章的盘整形态，没有明确的方向性观望。第二个金叉角度明显更陡峭，而且在金叉位置附近出现了阴运阳的看多 K 线形态，也就是一根阴线之后紧接着一根阳线，且阳线实体完全包含在阴线实体之内，表明多头力量衰竭，多头开始反攻。两个条件共振， MACD 斜率陡峭，动能充沛，加 K 线阴运阳，多头确认。这里买入后，股价开始大幅上涨，这就是指标信号与价格行为相互印证的力量。单一信号可能是巧合，双重印证才是概率。说完了入场，再聊聊出场，这是很多交易者比入场更头疼的问题。我的止盈原则是让盈利幅度大于等于止损幅度，且 MACD 出现死叉。当你这笔交易有了足够的浮盈，能够覆盖你的潜在亏损时，不要急着落袋为安，让利润再跑一跑，直到 MACD 出现明确的死叉信号，再考虑平仓。这样你才能在趋势行情中吃到鱼身，而不是只吃一口鱼头就跑了。止损线则放到入场 K 线之前的近期低点或高点附近，这个位置是市场已经证明过的支撑或阻力区域。如果价格回到这里并击穿，说明你的入场逻辑已经被市场证伪，果断止损，不要恋战。现在让我们回到开篇提到的背离话题。传统定义把背离分为4种：第一，价格创出更高高点，但 MACD 创出更低高点或走平；第二，价格创出更低低点，但 MACD 创出更高低点或走平；第三，价格与前期高点大致持平，但 MACD 大幅下降；第四，价格与前期低点大致持平，但 MACD 大幅上升。这些定义没有问题，但远远不够。在我看来，背离从来不是一份诊断书，告诉你明天一定涨或一定跌，它更像是一份体检报告。它不预测未来，它只是提醒你市场内部正在发生一些肉眼看不见的变化，趋势的质量正在下降，但趋势未必结束。为什么有些顶背离之后价格还能继续上涨几十个点？为什么有些底背离之后价格依然不断创新低？因为背离只是第一层证据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交易者不会看到一层证据就下结论，他会建立一套验证逻辑，让结论有足够的证据支撑。在我的分析体系里，看到背离后，我会追问自己4个问题：第一，动能衰竭是一次性的还是连续性的？一次性的衰竭可能是偶然波动，连续性的衰减才是趋势质量恶化的信号。第二，这种衰减发生在趋势的初期、中继还是末端？末端的衰减比初期的衰减更有意义，因为趋势末端的惯性消耗殆尽，反转的概率更高。第三，价格结构有没有开始验证这种变化？比如高点突破失败，关键支撑失守，趋势节奏开始变化，上涨斜率变缓，回调幅度加深，价格结构是果，动能衰减是因，因果相互印证，信号才可靠。第四， MACD 释放出来的动能变化是否与价格行为形成相互印证，而不是彼此矛盾？如果 MACD 显示动能衰减，但 K 线却出现强势突破形态，那就是矛盾信号，需要继续观察，而不是急着开仓。只有当这4个问题的答案开始汇聚到一起，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时，我才会认真思考市场是否真的进入到了新的阶段。所以背离在我的体系里从来不是买卖信号，它是警报器，是体检报告，是提醒你该提高警惕的哨兵。至于要不要行动，取决于后续有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你的判断。如果你是个交易新手，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也太复杂了吧？没错，交易本身就是一件复杂的事。那些告诉你用一个指标就能稳定盈利的人，
不是在教你赚钱，而是在赚你的钱。但我今天讲的这套 MACD 斜率法核心逻辑其实并不复杂。第一，理解 MACD 的本质是动能而非价格。第二，用斜率筛选强势信号，忽略弱势噪音。第三，用布林带过滤盘整行情，只在波动率扩张时出手。第四，用 K 线形态确认入场，让指标与价格行为共振。第五，让盈利大于止损，用死叉确认出场。第六，把背离当成体检报告而非买卖指令，建立证据链思维。这6步每一步都不难，难的是你能不能在市场波动中保持清醒，不被贪婪和恐惧绑架，严格执行自己定下的规则。指标是工具，不是神谕。真正让你在这个市场里活下来的，是你对市场的理解深度，是你面对不确定时的纪律性，是你亏了钱还能冷静复盘，赚了钱还能保持谦卑的心态。真正成熟的交易，不是看见一个信号就下结论，而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验证逻辑，让每一个决策都有足够的证据支撑，让每一个仓位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别忘了一键3连，点赞、订阅、收藏，并转发给你那个还在金叉买死叉卖的朋友。也许你的一次转发就能帮助他少走3年弯路。也欢迎扫描视频右上角的LINE二维码，加入我的学习社区。我是强哥，一个被市场毒打了16年，但依然热爱这个市场的老交易员。关注我，下期见。